那这里我有2个延伸的问题想问您哈。第一个是替咱们老年朋友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是近10年以来，我们跳广场舞的这个热度啊，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在全国各地风靡各个大小的城市和县城。那我们在跳舞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什么建议？我跳舞就是运动了，但是我尽量应该控制在多长时间范围之内，或者说1周怎么样的一个量？您这边有一定的比如说框架或者说预期吗？其实，在临床工作中，这个跳广场舞摔倒了也不少。是。好多人觉得我能跳广场舞，我身体还行，对，还是不服老。其实是应该，好多老人在大早上的就起来去跳广场舞，有的人就没事，有的人就摔伤了。其实一些时机和时效上有些差别，其实应该老人大早晨起来，跳广场舞之前最好做一些初步的热身，也不能上来就跳大强度的，有的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扰民。其实做一些简单的热身动作，然后时间也不宜太长，1个小时、2个小时，身体这个运动量大了，身体就会机能、平衡力都会降低。你可能前半个小时跳的挺好，半个小时以后，可能这个运动量有点大了，体能下降了，走路了，平衡力不行了，摔个跟头了，得不偿失。那还是回归到了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适度的这个问题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替我自己问的哈。我个人经常，比如说下蹲的时候，我的膝盖会嘎嘣发生这样的一个脆响，那这个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前兆吗？其实这个尤其是女性，下蹲，其实是嘎嘣响，其实软骨碰软骨的一个响动，其实也预示着一个骨软骨的一个蜕变。骨软骨、软骨、骨头都需要钙来养护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平衡力，还有就是响动还跟肌肉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股四头肌的力量可能下降了，这个膝关节崎岖的过程中，它的轨迹两边的平衡不太平衡，它就会导致这个轨迹的这个错位，就会有响动。久而久之，再加上这个运动量平时也少，久而久之，这个骨量就会丢失。软骨刺激不良的这个刺激，就会提前进入这个退行性变。所以说提前这个补钙和一些有效的运动，锻炼也是很有必要的，非常必要哈。所以其实您刚聊到这一点，我是非常抗拒爬山的。那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一个概念说，我爬山伤膝盖，这是一个思想上的误区吗？爬山上楼梯，这是对膝关节危害最大的2个动作尤其是你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你上了山你得下山，下山下楼梯是最费关节的。上楼梯还好一些，但是你肯定得上来，你得下来吧。所以说这2个动作尽量还是少避免爬山最好是要加一些辅助的一些器械登山杖啦，或者是听一些专门的建议，一些看护师的建议。爬山也有好多这个标准动作的，但总的来说还是建议少做些动作，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我为了增强自己体质、增强自己骨量的一个好的方法。对，我想到了咱们刚才之前聊的，老年人在外面拄拐很正常，那我们年轻人爬山的时候拄拐也不丢人。对，不丢人。对，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您哈，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我现在开始预防和治疗，是不是太晚了？还有用吗？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对于高龄的一些长者，我们的治疗目标非常明确。首要目标就是防跌倒、防骨折，这是保证这个生活质量提高生活习惯，维持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避免因骨折卧床导致一系列的这种卧床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关键。所以说预防骨质疏松，增强骨质，70岁更应该加强。然后一个次要的目标就是要减缓一些骨量的丢失，
甚至小幅度的要增加一些骨密度。即使年龄大了，骨骼仍有些代谢能力，不是年龄大了骨折了我都不愈合了。即使有一些有效的药物，比方说抗骨质疏松药和一些促骨质形成的药，结合一些充足的营养，适当的运动，其实完全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请不要这个什么为时过晚了，怎么想法？因为老人一旦骨折，后果很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最后一次骨折，对这个人的生活啦、心理啦，对家庭的打击其实是挺大的。所以现在要开始系统的干预，极大的就能改善你。你到了70岁，就不会有可能会避免这一系列的问题。